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世界上最古老的摩托车企业之一，来自英国诺动摩托。说到英国摩托有三大品牌，分别为 BSA、凯旋以及诺动。这三个品牌都是经历过很多次倒闭然后复活。目前混得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凯旋，而凯旋摩托实际上算本田的半个师傅。当年本田宗一郎做摩托就是远赴英国向凯旋学习。如今的凯旋和本田做摩托有很多相似之处。而 BSA 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企业，凯旋的火箭包括三叉戟最早就来自于 BSA， 因为凯旋曾经归 BSA 所有，相当于收购，而且 BSA 实际上是兵工厂，著名的三枪车友会就是 BSA 的标志。不过 BSA 如今被印度收购也在复活，而诺动摩托如今也被印度 TVS 收购，可想而知印度企业还是实力雄厚。另外诺动摩托近几年我们听到最多的车型可能是突击队961、阿特拉斯，包括 V4、SS。这台突击队961它的整体技术是卖给了国产力克摩托。第一次在力克厂房见到961，的确是很震撼，很有英国范儿。启动之后，它的声浪也像头雄狮。而 V4 发动机是切了一半，切成并列双缸，卖给了国产的宗盛摩托。如今宗盛的 RK6 包括 2X6 用的就是并列双缸。而这三台车算我们了解诺动一个冰山一角，因为国内诺动摩托并不多。我也是在力克才第一次看到了诺动摩托。实际上，诺动有跑车，有休旅车，包括有转子发动机，并且这个世界上对转子发动机最痴迷的摩托车厂家只有诺动，并且很多欧美明星对诺动也很痴迷。比如基努里维斯，比如切格瓦拉摩托日记，甚至和百年灵手表也出过联名款。而且很多人觉得诺动摩托这么多年以来它的造型都没有改变。实际上所有的英国摩托都带有一定的复古范儿，也都带有一定的英伦范儿，带有一定的咖啡瑞 r 属性。而咖啡机车诺动961给了一个完美的诠释。咖啡风格包括众多改装风格以及各大车型厂商历史我们都聊过，大家可以去小乐有料微信公众号查看。不扯来，回到正题，诺动摩托成立于1898年的英国伯明翰。他的创始人叫詹姆斯·兰斯顿·诺动。起初的诺动只是一家生产自行车零件的，因为在当时摩托车是一个很稀有的玩意儿，并且最早的摩托车实际上就一辆自行车搭载了发动机。后期到了1902年，诺动开始生产摩托，但是发动机并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从瑞士和法国购买发动机，装到自己的自行车上，有了第一台摩托。第二台同样是购买的双缸发动机，装到自己的自行车上，没想到夺得了曼岛 TT 冠军。不过从1908年开始，诺动开始自己研发摩托车发动机，同年就推出 3.5 匹 490cc 和 630cc 发动机。但是5年之后，1913年，诺动因为业务下降濒临破产。当时鲍勃谢利注入资金挽救了诺动。1年之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诺动开始为军方提供 630cc 发动机摩托，包括 499cc 发动机。当时的诺动是英国4大军事巨头之一。战争结束之后，诺动有了足够的资金，开始研发 500cc 单缸摩托。截止到1930年，诺动每年生产4000多辆 500cc 摩托，并且参加了92场曼岛 TT， 赢得了78场冠军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诺动退出了比赛，开始为军方提供诺动 16H 摩托。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，诺动制造了共10万台摩托，大约有1/4全部是军用摩托。战后的诺动开始研发 500cc 双缸摩托，主要是为了与凯旋竞争，但是只发展到了1953年便因破产卖给了 AMC。AMC 接手之后，于1955年开始推出突击队600，1960年推出了曼克斯曼650，包括650SS 以及750阿特拉斯。后期1969年开始推出诺动 P11，包括诺动 N15。当时诺动突击队年销售量超过5万台，并且连续5年被评为年度最佳发动机，并且轻松赢过了当年的凯旋，包括 BSA。后期 AMC 破产，将诺动出售给了老对手 BSA， 没想到仅仅2年 BSA 也破产，于是诺动便与威利斯合并，推出了750、850，包括 MK3 洲际公路摩托，但是依旧是以破产告终。实际上1960年之后，日系摩托车崛起，尤其本田一台 CB750， 打得欧系摩托车厂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后期1980年开始，诺动开始研发转子发动机，直到8年之后推出了 F1 赛车，它的原型是来自于诺动的 RCW588。虽然这台车赢过很多次比赛，但每100英里就要换次传动力。后期直到本田的工程师加入，包括本田的车队经理加入，给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解决方案，包括提高了发动机的可靠性。但是这台 F1 并没有达到商业上的可销售水平。就这样跌跌撞撞，到了90年代，诺动又过一次复兴。复兴的主要车型就诺动突击队961，包括 VR880。但是这个项目于2006年停止运营。此后2011年，摩托古兹团队加入诺动，开始研发 1200cc V4， 包括650新车型。同时英国政府为其提供了750万英镑的银行贷款，希望诺动的年产量可以从500台摩托增长到1000台。9年之后，2020年，印度 TVS 以1600万英镑收购了诺动。在此以后，诺动彻底为印度所有。其实诺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过次当大哥的机会，但他没有好好珍惜，因为在1945年战争胜利之后，盟军占领了宝马在巴伐利亚的工厂，当时希望诺动去接手宝马工厂，结果诺动没看上眼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呀。然后德国人在废墟上重新建立了宝马。在1945年不珍惜这个机会，在60年代以后，日系工厂爆发，一个 CB750，一个川崎H1，
节节性导致80%的欧美厂家全部倒闭。不过，曾经的诺动的确很牛。视频最后大致归总一下：从1908年到1939年，它的主要车型分为诺动 16H、诺动18、诺动19、CS1、ES2，包括诺动18以及诺动50。1937年到1945年，主要是军用的 16H， 包括变三轮。1945年到1970年，主要是诺动 19S 500T、诺动3077统治者航海家，包括游侠以及 N15。1967年到1978年，主要生产的是各种类型的突击队，包括750、850等等。1981年到1992年，主要生产的是 F1、2C588、2CW588、NSRS588，包括指挥官、刑警队。2014年到2021年，主要是阿特拉斯、V4SS、V4双 R， 包括突击队。这些车型大概是诺动史上比较有名的摩托，而这里面最为有名的就是诺动突击队961，也被我们全资购买的技术，2年之内肯定可以骑到。视频最后听一下突击队发动机声浪。就聊这么多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